这是我们加拿大简报团队为您搜集总结的权威信息。加拿大简报：什么是安全第三国协定？边境规则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加拿大和美国？多伦多星报：加拿大和美国已同意扩大安全第三国协定，通过加强对过境点的控制来阻止移民提出庇护申请。这一决定是在圣劳伦斯河上发现8名移民的尸体后做出的，其中包括2名携带加拿大护照的幼儿。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推出反移民政策以来，抵达加拿大的非正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安全第三国协定规定，加拿大和美国相互承认对方是寻求避难的安全国家。根据双边边境规则，移民必须在他们首先到达的国家提出难民申请。双边边界规则不适用于树林、土路或水道等过境点。新的变化意味着该规则适用于9000公里长的陆地边界，而不仅仅是官方入境点，从而降低了难民在加拿大提出索赔的可能性。去年，近4万人在罗克瑟姆路进入加拿大，这几乎占了所有非正常进入该国的国家。虽然以前的政策允许移民在罗克瑟姆路过境，但新版本的协定规定，通过这条路线进入加拿大的难民将被拒之门外。人权活动人士批评新协定，警告说，更严格控制的边境可能会使没有合法途径的移民通过偏远和危险的路线，而更多逃离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妇女可能会面临被偷运或贩运的风险。在圣劳伦斯河发现溺水移民后，新民主党呼吁暂停安全第三国协定，魁北克集团和保守党寻求关闭罗克瑟姆路。与此同时，加拿大最高法院正在审查对该协定的宪法挑战。住房部长说，安大略省将加强对租户的保护，防止重新安置。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安大略省住房部长史蒂夫·克拉克 （Steve Clark） 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帮助规范租赁市场并遏制所谓的重新安置。房东必须在进行装修前60天通知租户，并且必须在工作完成后以与以前相同的租金让租户返回。房东还必须向租户提供有关装修状态和单位何时准备就绪的书面更新。这些变化是保护租房者和标准化该地区市政租金替代章程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总检察长道格·唐尼 （Doug Downey） 还证实，该省将投资6.500万加元 （5.100万美元），为陷入困境的房东和租户委员会法庭系统任命40名新裁决员和5名办公室工作人员。该系统在 COVID-19 大流行后出现了长期积压。安大略省尚未引入租金管制。新的 Pornhub 拥有者有超越色情的计划。Axios： 加拿大私募股权公司 Ethical Capital Partners (ECP) 收购了成人内容网站 Pornhub 和 YouPorn 背后的公司 MindGeek。ECP 没有透露收购中的投资者姓名。MindGeek 在其网站上允许未经同意和版权的内容有着悠久的历史。ECP 热衷于 MindGeek 使用其 Safeguard 软体，将其重点转移到软体及服务上。该软体可以检测指纹图像的变化。该软体可用于在线色情以外的各种市场。ECP 还旨在通过关闭其验证过程中的漏洞来提高 MindGeek 的声誉，这使任何人都可以上传未经同意的视频。ECP 合伙人 Solomon Friedman 表示，这笔交易反映了该公司决定在主笔交易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尽管不排除机构利益。他说 ，ECP 正在寻找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他们将担任面向公众的角色。魁北克下令向前省长让查雷斯特支付38万5千美元，原因是腐败调查泄密。加拿大环球邮报：魁北克高等法院已下令加拿大省政府向前省长 Jean Charest 支付38万5千加元，30万04千美元，因为对其政党的腐败调查细节已泄露给媒体。Charest 于1998年至2012年担任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并于2003年至2012年担任魁北克省省长。泄密事件涉及对自由党非法融资指控的调查。Charest 起诉魁北克的反腐败员警，称为 UPAC 以及该省总检察长涉嫌泄密。他说这损害了他在公众眼中的声誉。虽然查雷斯特从未因这一事件受到指控，但他说这些指控仍然对他产生了深远的个人影响。Montour 调查于2022年2月结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目前尚不清楚谁应对泄露负责。
在本周判决下令赔偿后，查雷斯特表示，在发表任何进一步的公开声明之前，他将与律师一起研究。生育治疗对加拿大人来说可能是一笔巨大的、意想不到的费用。加拿大环球邮报压力测试第9集探讨了正在接受生育治疗的加拿大夫妇的挣扎。根据播客，1/6的加拿大夫妇有生育问题，这在情感和经济上都是一场斗争。异性恋和 LGBTQ 夫妇都感受到了压力。播客主持了生殖内分泌学家和不孕症专家 Tamara Abraham 博士，他以同理心和关怀讨论了试管婴儿的过程。患者分享他们在生育治疗中的经验和费用，在治疗过程中可能花费数千美元。亚伯拉罕博士承认与私人医疗保健相关的费用，并指出，根据患者在加拿大居住的地方，在获得生育治疗方面存在不一致。播客最后呼吁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使加拿大的生育治疗更实惠。春季必选的3款白葡萄酒。加拿大环球邮报，季节的变化可以提供探索更广泛的葡萄酒风格的机会，重点是春季更清淡、更清爽的风格。长相思是值得寻找的葡萄酒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生产出高酸度的干白葡萄酒以及适合季节性的草和草本香气。智利和南非有便宜的例子，而加拿大生产商如 Peller 和 Trias 以及 Burrowing Owl、Church and State、Clos du Soleil、Mayhem 和 Mission Hill 正在创造在 Okanagan 和 Similkameen 山谷种植的令人兴奋的版本。雷司令 Riesling 是一种生产世界上最电动和最令人愉悦的白葡萄酒风格的葡萄，也值得尝试扭转其销量下降的趋势。加拿大生产商继续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生产一些最好的雷司令。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Cedar Creek、Kitch、Martins Lane、Stormhaven、Synchramash 和 Tantois 以及安大略省的 Cave Spring、Fielding、Flat Rock、Hidden Bench、Taws 和 30 Bench Riesling 生产商。同时，勃艮第甜瓜葡萄非常适合在卢瓦尔河谷酿造新鲜、活泼的白葡萄酒，值得向安大略省的马里瓦尔葡萄酒公司等法国地区生产商寻求。女外科医生希望看到该领域公平的变化。加拿大环球邮报，肿瘤外科医生 Fahima Dasa 博士强调了加拿大医疗领域的性别薪酬差距，女性经常被引导远离高薪、有声望的职位，并且往往最终从事低薪工作。在调查了该领域的性别偏见后，他发现许多男性对他的成就感到不满，女性同事，尤其是那些有孩子或双收入家庭的同事，经常认为由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问题，晋升是无法获得的。然而 Dasa 博士补充说，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需要将目光投向最高职位，并拒绝性别偏见。据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对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的承诺可能只是达到了最低限度。该报发现没有一家加拿大上市公司缩小了性别薪酬差距。进一步的数据强调，虽然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必要性别代表性超过 40%， 但只有 19% 的公司公布了性别薪酬数据。相比之下，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性别研究公司 Ecolib 在全球共发现了118家经过认证的性别平等公司，其中没有一家位于加拿大。在卑诗省海岸山脉的导游带领下徒步旅行是一种高峰体验。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越野滑雪指导公司 Whitecap Alpine 已经改变了其冬季模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海岸山脉提供带导游的夏季徒步旅行。McGillivray Pass Lodge 是在 McGillivray Mountain、Sparkle Lake、Star Mountain 和 Whitecap Mountain 周围延伸的预先准备好的小径上旅行的大本营，专为资源和或时间有限的自然爱好者而设计，提供小屋和所有餐点，包括鲑鱼和其他当地蛋白质，搭配在彭伯顿附近种植的丰盛蔬菜，以及床上用品和毛巾。通过带导游的徒步旅行，那些参加旅行的人可以从了解当地生态系统中受益。如果有人受伤，或者有一只灰熊潜伏在周围，手头有一个安全网。白帽阿尔卑斯山游桥，拉莫斯于1995年创立，他将领导直升机徒步旅行。虽然银河导游团体限制了游客的漫游，但由于人气很高，徒步旅行密度过去一直是其他加拿大小径的一个问题。这项冒险可以帮助缓解这种压力，同时为夏季的滑雪小屋提供另一个良好的收入来源。旅行的重点是将人们更深入地连接到景观和体验中，而不是您自己四处走动。所有客人都可以在每次郊游中选择难度级别的小径。徒步旅行节奏缓慢，
通常平均每天覆盖13公里，海拔高度为1000米。跑步旅行也适合更坚定的人。白帽通行证在质朴的环境中提供逃生的机会，提供外屋和丙烷淋浴，这里很舒适，但通常夜间温度在8月会接近冰点。在娱乐方面，白帽阿尔卑斯山也为客人提供了保障，电力主要用于照明，夜晚漫长而愉快，为客人提供吃饭、聊天、阅读、玩游戏或讨论当天的冒险的机会，以及表演艺术之夜。凭借壮观的景色和高端的住宿，参与 Whitecap 夏季计划的人将期待看到夏季变得像冬季一样受欢迎。新的分析发现，适度饮酒对健康没有好处，以前的研究表明其他情况是有缺陷的。多伦多星报：适度饮酒对健康没有任何好处。根据 JAMA Network Open 的一项新研究，该研究分析了40多年的研究。该研究回顾了1980年至2021年间发表的107项先前研究，检查了不同水准的酒精摄入量和所有原因的相对死亡风险。以前的分析表明，适量的酒精可能有助于提高好胆固醇的水准，而其他人则认为红酒中所含的抗氧化剂可以支持心脏。然而，研究人员发现，以前的研究未能解释重大偏见，包括饮食、锻炼城市、体重和收入，以及包括以前的饮酒者。其中许多人因健康原因而戒烟。此外，大多数就研究的样本不代表一般人群，收入较高的老年白人男性比例过高。这项新研究是在更新的国家酒精消费指南之后出现的。该指南表明，无论其类型如何，都没有多少酒精对健康有益。作家信托诗歌奖在斯科特·格里芬的贡献下翻了一番多，达到6万美元。多伦多星报：斯科特·格里芬 （Scott Griffin） 在2022年决定解散格里芬诗歌奖的加拿大类别后，将奖金翻了一番，并更改了拉特纳作家信托诗歌奖的名称，将其变成了拉特纳格里芬作家信托诗歌奖。他最近表示，增加作家信任奖填补了他推广诗歌的空白。格里芬的信托基金会向一位崭露头角的新诗人提供1万美元的奖金。作家信托基金奖已经扩大到表彰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诗人。格里芬希望通过向作家信托基金会的拉特纳格里芬奖捐款来增强加拿大诗人的职业生涯中期，并补充说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奖项，支援诗人在其文学职业的各个阶段。拉特纳家庭基金会 Latner Family Foundation 主任史蒂文·拉特纳 Steven Latner 说，我相信这种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扩大奖项，并在加拿大诗歌界创造更具活力的存在。作家信托基金会表示，他将在通常在11月举行的年度作家信托基金奖上颁发该奖项以及其他7个奖项。谢谢收看加拿大简报，更多消息请看6度世界。